我在雪山意外救了一只狐狸，结果晚上他就变成人形来宿舍找我。他说他是狐仙，为了报恩可以实现我3个心愿。但就在我欣喜若狂准备开口时，眼前忽然飘过一大串弹幕：男配你就许吧，一许一个不吱声。笑不活了！这一切都是男主的计谋，男主早就跟男配绑定了双倍系统，无论他许什么愿，男主直接获得双倍。坐享7成的快乐谁懂？看到这些弹幕的内容，到嘴边的一个一猛的刹住。我话锋一转，改口说道：我希望每天睡够8小时。我希望体重保持在70公斤。很好，属于我的反杀时刻终于到了。3月初，校园里寒气未消，我独自拖着半旧的行李箱，走在熙攘的校园中，与周围光鲜亮丽的新生格格不入。而我家的杨子，我名义上的弟弟，却被我的亲生父母簇拥着走在前面。他穿着最新款的潮牌，戴着价值不菲的手表，浑身上下散发着唯我独尊的气息，和我这个亲生儿子简直天差地别。这时林北回头，语气不耐烦地催促着我：哥，你能走快点吗？磨磨蹭蹭的烦死。就是，动作不能利索点吗？这么冷的天，你想冻死你弟吗？我沉默地加快脚步，指甲几乎嵌进掌心。我原本是林家的真少爷，却在2岁时被人贩子偷走，卖到了偏远的农村。养父母家境贫寒，对我更是非打即骂。直到3年前，我才终于跟亲生父母相认，回到了本该属于我的家。可迎接我的不是失而复得的温情，而是尴尬和无处不在的比较。那时候的我骨瘦如柴，穿着土气，站在风度翩翩的林北面前，活脱脱就是一个乡巴佬。爸妈足足做了3份亲子鉴定，才不得不捏着鼻子让我进了林家大门。刚进门，他们就对我十分嫌弃，他们说我举止粗俗，比不上林北1/10优雅得体，还说我在农村野惯了，需要好好管教。于是大部分家务都落在我身上，而林北这个鸠占鹊巢的养子却每天逍遥快活，吃喝玩乐。我曾天真的以为，只要我足够优秀，总能换来爸妈的一点关爱和认可。可结果呢？我挑灯夜读进步50名，林北每天逃课却能裸考进步100名。我拿了5万奖学金，他反手就中10万彩票。我辛苦健身，在操场跑到虚脱，他每天胡吃海喝，却依旧身材挺拔。就连我竭尽全力考上的这所顶尖大学，他也不费吹灰之力拿到了保送名额，还好巧不巧成了我的室友。我所有的努力仿佛都成了衬托他天生好运的背景板。直到开学军训第3天，我去雪山游玩时，意外遇见了一只狐狸，它被一节钢管压住了尾部，奄奄一息。我顺手帮他挪开钢管，他嗖的一声跑得不见踪影。我也没有在意，以为这只是一个小插曲，但没想到我的这次举手之劳，竟然彻底扭转了我的人生。夜深人静，几个室友早已入睡，只有我在床上辗转反侧，为下个月的生活费发愁。思绪纷乱之际，淡淡的银色虚影毫无征兆地悬浮在我的床前，我吓得浑身一僵，差点惊叫出声。月光透过窗帘缝隙勾勒出虚影的轮廓，竟是一只拥有狐狸耳朵的女人。她眼眸如琉璃般呈清澈深邃，清冷空灵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凡人，白日多谢你出手施助，我是修行1000年的狐仙，遭劫被困于此。你对我有恩，我可以帮你实现3个愿望，以报你的恩情。我大脑一片空白，狐仙心愿这种神话故事里的情节竟然发生在我身上，该不会是饿过头出现幻觉了吧？我狠狠掐了大腿一把，一阵尖锐的痛感传来，这不是梦。我赶紧小心翼翼地确认：许什么愿都可以吗？比如很多很多钱。狐仙点了点头，眼底却毫无波澜。1个亿，我脑海里率先蹦出这个数字。有了钱，我就再也不用看人脸色，更不用为生活费发愁。但等我刚准备开口时，眼前忽然浮现出一连串弹幕。我的天哪，男配竟然救了狐仙！淡定，他还以为自己是天选之子，殊不知这一切都是男主的计划。是啊，别忘了咱们北哥早就绑了双倍奖励系统，男配赶紧许愿吧，一许一个不吱声。亿万家产，绝世容颜，无论他得到什么，北哥都能获得双倍。一瞬间，仿佛一盆冰水从我头顶浇下。从弹幕中得知，我所在的世界是一本大男主爽文，林北就是他们口中的北哥，也就是这本书的男主。3年前他就对我绑定了双倍系统，每当我愿望成真，他就能获得双倍奖励。想到这里，许多曾被我忽略的疑团，此刻终于都有了答案。为什么每次我取得小小的成绩，他总是比我更幸运？为什么我越上进，他越光芒万丈？为什么他总是看似好心的鼓励我许愿，还不断督促我一定要加油？闹了半天，我早已落入他处心积虑编织的陷阱中。我越努力，他越幸运。我冷冷地瞥向对面床铺，林北的眼皮微微颤抖，嘴角还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他根本没睡，他在等着我向狐仙许愿。见我迟迟不开口，狐仙忍不住催我快点，弹幕也在疯狂滚动。这狐仙真损啊！光是催男配许愿，副作用他是半个字都不提啊！没错，天底下哪有白吃的午餐？实现心愿是有代价的，一旦愿望对他人或世界影响过大，就会遭到强烈反噬。我已经预感到男配结局了，他活不了多久了。看到弹幕内容，巨大的恐惧和后怕瞬间袭来，怪不得林北会允许这种好事落到我的头上。在弹幕描述的原著剧情里，我会在这种极度的不公和对比下，心态逐渐失衡，变得嫉妒扭曲，最终黑化成恶毒反派。我会疯狂陷害林北，最终被亲生父母厌弃，被林北的拥护者们折磨，直到惨死街头。而林北却踩着我的尸骨，成为拥有顶级颜值的
的商业巨鳄，拥有亿万财富和无数红颜知己，走向人生巅峰。愤怒如同岩浆，在我的胸腔翻滚。我清楚林北在爸妈心中的地位，所以从来不妄想能够取代他。我想要的只有一丁点属于亲生儿子的关爱和公平对待。可即便如此，林北依旧视我为眼中钉、肉中刺，要用这种稀碎食肉的方式将我榨干殆尽。既然无论如何都会被迫黑化，那我不如主动出击，将计就计。狐仙大人，我想好了，第一个愿望，我希望我每天都能睡够8小时。南佩疯了吗？这他妈也算心愿？怪不得你爹妈嫌你上不了台面，亿万财产、绝世容貌你不要，你就想睡个饱觉，脑子被门夹了吧？南佩这么贪慕虚荣，我还以为他会先许愿中奖1个亿呢。弹幕口中的爱慕虚荣，大概是指今天白天因为钱的问题，跟我妈爆发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一次争吵。我哭着质问她：“你怎么能这么说我？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林南，你要搞清楚，小北才是林家的继承人。我们把你认回林家，是希望你将来成为他的左膀右臂，而不是让你来享清福当大少爷的。你已经年满18岁，按照法律规定，我们没义务继续抚养你，反倒现在是你有义务赡养我们。而且800块很少吗？你在那穷山沟里一年到头零花钱都不到800吧？再说了，你跟小北一个宿舍，这钱给谁不都一样吗？只要你伺候好小北，难不成他会眼睁睁看你饿死？林北不对我落井下石，我就应谢天谢地。他怎么可能帮我？一想到我在食堂打饭都只敢挑最便宜的素菜，而林北随随便便一顿宵夜就花掉上千块，还总带着其他室友对我冷嘲热讽，我就心如刀绞。于是我头一回跟我妈赌气，要求她一视同仁，每个月也给我8000生活费，否则我再也不回林家。可想而知，她根本不在意我的想法，只是冷冷撂下一句：“你爱回不回，林家不缺你这么个儿子。”而这些在弹幕的眼里都是我贪慕虚荣的体证。此时狐仙的眼底也闪过一丝诧异，他似乎有些失望，但也并未多言，身上发出荧光说道：“凡人，如你所愿。”紧接着一道道温和的荧光没入我的眉心，带来一阵难以言喻的舒适感。几乎同一时间，对床的林北猛地瞪大了眼睛，眼底迅速升起了怒火。他似乎想开口骂我，可嘴刚张开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紧紧扼住。紧接着两眼一翻，身体不受控制的重向后倒去，然后震天的呼噜声响起。这下子弹幕终于见识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朱精转世。眼下我还不清楚弹幕口中的反噬是什么，谨慎起见，我向狐仙提出保留剩下2个心愿的要求。狐仙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只能点头同意，然后化作一个不易察觉的银色符文，悄无声息地附在我的手腕内侧。第二天清晨，我在生物钟的作用下准时醒来，8个小时的深度睡眠让我整个人神清气爽，连日的疲惫一扫而空。反观其他2个室友，仿佛被吸干了精气神，顶着浓重的黑眼圈，一边打哈欠一边睡眼惺忪地爬下床。看到我已经穿戴整齐，正在整理床铺，碧云涛忍不住白了我一眼。真服了，林南你是猪吗？宿舍呼噜声那么大，你怎么还睡得那么香？就是，吵得我几乎1晚没合眼，头疼死了。没办法，我睡眠质量就是好，有什么办法？两人被我噎了一下，脸色更臭了。他们没再理我，转而一起用力摇晃还在熟睡的林北。可任凭他们怎么摇晃呼喊，林北都毫无反应。两人试着去探他的鼻息，甚至掐他的人中，可林北只是不耐烦地摆了摆手，翻了个身，呼噜声更响了。我则是哼着小曲走出门去，心情是前所未有的舒畅。眼看时间已经来不及了，2个室友只能放弃，叫醒林北，匆忙收拾一番冲出了宿舍门。结果可想而知，他们因为迟到被魔鬼教官罚了200个深蹲，两人被累得气喘吁吁，对林北的怨气又加深了一层。至于林北，直到下午快结束，他才慌慌张张溜进了队伍。这种赤裸裸的挑衅，教官怎么能忍？直接给他上了个最强体罚套餐，绕着操场跑50间圈不跑完，不准休息。林北从小娇生惯养，哪里受过这种罪？没跑几圈就面色惨白，步伐踉跄。最后还是辅导员看不过去，硬着头皮上去说情，教官才勉强让他停下来，但勒令他明天交一份5万字的深刻检讨。直到晚上10点多，宿舍楼都快关门了，林北才拖着几乎散架的身体，扶着墙回了宿舍。他一进门，看到躺在床上悠闲刷视频的碧云涛和李明，积压了一天的怒火瞬间爆发，冲着两人破开大骂，埋怨两人不叫醒自己。碧云涛被罚深蹲，本来就一肚子火，一听这话立马就炸了。你讲不讲道理？我们叫了你起码半个小时，嗓子都快喊哑了，你自己睡得像头死猪，还好意思怪我们？就是，我们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儿，差点打120。倒好，呼噜打得震天响，吵了我们1晚上。谁打呼了？你们胡说八道！我知道了，你们一定是嫉妒我，所以故意败坏我的名声。亏我还拿你们当兄弟，请你们吃那么贵的日餐，你们居然敢这么对我！谁嫉妒你了？你打不打呼自己心里没数吗？就是，一点小恩小惠就想让我们当你的手下，你做梦！3人吵得不可开交，急于动手，但就在3人争吵最激烈的时候，林北的声音戛然而止，然后他就这么直挺挺地倒了下去。2个室友顿时吓得脸色发白，直到那熟悉的呼噜声再次响彻宿舍，两人表情都像是吞了只苍蝇，又是无语又是好笑，只能手忙脚乱地把林北抬到床上。我则是像没事人一样准备睡觉。他们2个看到后，顿时一股邪火冲了上来。林南，你看不见吗？你不是他们林家资助的贫困生吗？林北都这样了，你不管管？贫困生，原来林北在背后就是这么介绍我的。我从床上猛地坐起身来，看着他们说道：“他是睡着了，又不是没了。
明天还有军训，我没义务陪你们熬夜。另外，我是林家的亲生儿子，林北才是那个样子。而就在第二天，林北突发怪病，每天强制睡眠16小时的消息很快传遍整个学院。林南，你这个混账，是不是你搞的鬼？什么鬼？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难道是说你睡觉打呼噜像打雷的事？这个可不是我搞的鬼，是你天赋异禀。你还敢装蒜？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肯定跟那个狐狸精许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愿。我命令你立刻给我撤回。狐狸精？林北，你是不是睡糊涂了？还是军训太累出现幻觉了？要不我陪你去校医院挂个脑科看看？行，林南，你嘴硬是吧？很好。他拿出手机，当着我的面拨通了我妈的电话，电话几乎是秒接。我妈那熟悉又冰冷的声音传来：“喂，小北啊，怎么了？是不是那个林南又欺负你了？”妈，哥他不知道从哪里学了些歪门邪道，害得我天天嗜睡，连军训都被教官罚了。他还说我抢了他的东西，要我滚出林家。什么？这个白眼狼真是反了天了！小北你别怕，妈给你做主，我这就停了他的生活费，1分钱都不给他。我看他没了钱，还怎么在外面作威作福？谢谢妈，我就知道您最疼我了。听见了吧，林南，你现在1分钱都没有了，识相的就给我道歉，我或许可以发发善心帮你。看南佩还怎么嚣张，没钱他连饭都吃不起，只能去许愿要钱了。怪就怪林家太抠了，1个月才给咱们北哥8000，连买个包都不够。嘴上说要让北哥继承家业，实际还不是防着他。幸亏北哥机智，早早给那个女人下了药。看到最后一条弹幕，我的心脏猛地一缩。我妈被下了绝育药，林北竟然歹毒至此。我强压下心头的震惊和翻涌的恨意，面上却依旧平静。林北，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多行不义必自毙。谁能笑到最后，还说不定。说完，我绕过他，径直走向宿舍楼。断了生活费确实麻烦，但我丝毫不慌，因为我知道一个绝佳的反击机会很快就要来了。根据弹幕透露的剧情，原著里我会为了压过林北一头，许愿成为超级大帅哥，而林北则会因为双倍系统获得绝世容颜。在新生代表发言的环节，一鸣惊人。第二天上午，我刚走进教室，就听到周围同学的窃窃私语。咱们学院迎新晚会的新生代表换人了，换谁了？不是原定的林南吗？他可是我们这届的高考状元，不让他上谁上？换成林北了呗。辅导员早上刚通知的，说是林北形象气质更好，更能代表我们学院的风貌。我靠，真的假的？这也太不公平了吧！林南虽然穿的朴素了点，但长得不差啊，而且人家是凭实力考进来的状元。小声点，不知道吗？林北才是林家的心头肉，林南就是个从乡下找回来的，不受待见的，胳膊拧不过大腿。没办法，我面无表情的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仿佛没听到那些议论。没过多久，林北就带着毕云涛和李明，在一群人的簇拥下走了进来。林北径直走到我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我，嘴角挂着毫不掩饰的嘲讽。你知道老师为什么最后决定换我上场吗？还不是因为我的形象气质比你更好。你看看你，穿的跟个土包子似的，长得没我帅，气质没我好，注定一辈子只能活在我的阴影里。北哥说的对，南佩就是个扶不上墙的烂泥。激将法，北哥快用激将法刺激他去许愿变帅。对，只要南佩许愿要颜值，北哥就能获得双倍绝世容颜，到时候在迎新晚会上一亮相，直接封神。原来是在这儿等着我呢。林北，你少在我面前得意，说不定我摇身一变，忽然就成了大帅哥呢！听我这么说，林北的眼中飞快地掠过一丝计谋得逞的笑意，但脸上依旧是那副轻蔑的表情。他意味深长地看着我，是吗？那我还真是拭目以待。说完，他心满意足地转身回到自己的座位，腰背挺得比刚才更直了。他以为他已经将我玩弄于股掌之中。我看着他的背影，缓缓松开拳头，嘴角泛起一丝冰冷的笑意。晚上宿舍里只有我一个人，林北带着另外2个室友出去花天酒地了。我拉上窗帘，确定四周无人后，才在心中默念：狐仙大人。手腕上的银色弧纹微微发烫，那道清冷空灵的身影再次出现在我面前。他看着我，眼神依旧淡漠，似乎对我这种凡人的争斗毫无兴趣。想好你的第2个意愿了？狐仙大人，我想好了。
我希望我的体重永远保持在70公斤。听到我的第二个愿望，狐仙那张万年冰山脸上终于出现了一丝裂痕，他似乎想问什么，但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只是复杂的看了我一眼。如你所愿。荧光再次闪烁，一道比上次更柔和的力量融入我的身体，四肢百骸都暖洋洋的，说不出的舒服。与此同时，弹幕再一次被铺天盖地的问候和感叹号刷屏了。什么鬼？我没听错吧？保持体重70公斤，这男配是脑子被驴踢了吗？是人能许出来的愿望，笑不活了，家人们！我本来以为他许愿睡8小时已经够奇葩了，没想到还有更离谱的。他不会以为保持体重就能变帅吧？真是天真的可笑。等，双倍学效果是什么？体重140公斤？噗，那不就成了一个大胖子？弹幕的讨论越来越热烈，而我则心满意足地躺回床上，开始期待明晚的大戏。迎新晚会的礼堂里，座无虚席，气氛热烈。最帅校草将作为新生代表上台演讲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许多高年级的学姐都慕名而来，伸长了脖子想一睹校草的真容。终于在主持人激昂的报幕声中，林北意气风发地走上了舞台，台下瞬间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此起彼伏的口哨声。聚光灯打在林北身上，他能清晰地感觉到一股奇异的能量流遍全身，五官和身体似乎正在进行着某种微妙的调整。他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以为是绝世容颜正在降临。可当台下的观众看清楚他的模样后，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戛然而止，整个礼堂陷入了一片诡异的死寂。林北对此非常满意，他觉得大家肯定是被他超凡脱俗的绝世容颜给震撼到失语了。然而他很快就意识到不对劲，为什么大家的眼神不是惊艳，而是惊恐？他下意识地低头看去，只一眼他脸上的得意笑容就彻底凝固了。原本剪裁合身的西装，此刻被撑得紧绷，扣子仿佛下一秒就要爆开。原本挺拔的身材，不知何时膨胀了一大圈，肚子像塞了个皮球一样高高鼓起。这是谁啊？学校食堂的伙夫吗？我的天，学校是没男生了吗？竟然找这么一个人来当校草，这得有200斤吧，走路都带喘的，笑死我了！快拍下来发到校园墙，年度最好笑的笑话诞生了！他彻底懵了，辅导员也惊慌失措地冲上台，连拉带拽地把他拖了下去，嘴里还不停地道歉。不好意思，同学们，出了点意外，我们马上更换节目。迎新晚会的这场闹剧像一场飓风，迅速席卷了整个校园和社交网络。林北彻底火了，只不过不是以最帅校草的身份，而是以200斤丑胖子的笑话。这种从云端跌入泥潭的冰火两重天，让本就心高气傲的林北瞬间陷入了彻底的疯狂。他嘶吼着冲回宿舍，一脚踹开门。林南，你给我滚出来！林北像一头发怒的公牛，喘着粗气冲到我面前，肥硕的身体带着一股压迫感。如果眼神能杀人，林北，你好像还没搞清楚状况。什么状况？你这个小人，除了会用这种手段，你还会什么？我还有第3个心愿没用。你猜，如果我告诉狐仙，我的第3个愿望是，希望我的血压永远保持在80到120的正常范围之间，会发生什么？哥，我错了，你是我亲哥呀！弟弟以前不懂事，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求求你不要再许愿了，我不想死啊！现在知道叫我哥了，晚了。说完，我不再看他，转身准备上床。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我接起电话，里面传来我爸前所未有的冰冷严厉的声音：“你马上给我滚回来！”不多时，我回到那栋阔别已久的别墅，里面的气氛压抑得让人窒息。我爸坐在主位的沙发上，脸色铁青，手里紧紧攥着一根高尔夫球杆。我妈坐在一侧，眼睛红肿，不停地抹着眼泪，看我的眼神充满了责备和失望。给我跪下！爸，我做错了什么？需要下跪？你还好意思问？你嫉妒你弟弟是新生代表，就使出这种下作的手段，害他在全校事实面前出丑。我们林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林南，你的心怎么这么狠啊？小北究竟哪里对不起？你要这样害他，他可是你弟弟啊！我害他？就凭他在你们面前哭几声撒个娇，你们就一口咬定是我害的？证据呢？除了你这个一直嫉妒小北的白眼狼，还会有谁这么恶毒？爸妈，你们别怪哥了，都怪我，都怪我不该跟哥争，他才是你们的亲生儿子。我看我还是走吧，离开林家，再这样下去，我怕我都要没了。胡说什么呢？你也是我们的儿子。可是哥威胁我说他就是想报复我抢走了他这么多年的荣华富贵。他说现在只是给我一点小小的教训，以后我要是敢跟他争家产，他就怕妈，我想活着。林南，你果然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为了争家产，你竟然想要害你弟弟！你赶紧给我滚出去！早知如此，我当初就不该把你生出来。看着他们3个抱在一起同仇敌忾的模样，我心中最后一点对亲情的奢望也彻底熄灭了。说完，我头也不回的转身离开了这个所谓的家。而当我被赶出家门的第2天，林家要为林北举办盛大成人礼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圈子。说了吗？林家要给林北办成人礼，还要在宴会上当众宣布，他将是林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真的假的？林南怎么办？他好歹也是亲生的。亲生又怎么样？不得宠呗。听说他前几天刚被林董赶出家门，断绝关系了。
真是可怜，斗不过一个养子。几天后，一张烫金的邀请函被毕云涛轻蔑地扔在了我的书桌上。林北少爷的成人礼，赏脸去看看吧。哦，我忘了，你现在是被赶出家门的丧家之犬，恐怕连件像样的礼服都买不起吧？我拿起那张设计精美的邀请函，看着上面林北春风得意的照片，嘴角的笑意越来越冷。他们当然不会忘记邀请我，他们就是想让我这个弃子亲眼见证他们是如何将所有的荣光和财富捧到林北面前，想看我如何在悔恨、嫉妒和绝望中煎熬。可惜我根本没打算到场。成人礼那天，宴会厅里名流云集，觥筹交错。林北穿着高定西装出场，虽然身材依旧臃肿，但在金钱的包装下，依旧是全场的焦点。我爸妈满脸宠溺地站在他身边，向来宾们介绍着他们引以为傲的儿子。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今天是我儿子林北的18岁成人礼，也是我们林家的大喜日子。借此机会，我与我的先生林正国想向大家宣布一个决定。而就在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时，一个穿着跑腿制服的小哥捧着2个包装精美的礼盒，挤过人群走到了台前。请问是林婉如女士吗？这里有您的2份加急快递，寄件人说务必请您现在当众拆开。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人都愣住了。我妈皱了皱眉，有些不悦，但在大庭广众之下也不好发作。是什么东西？搞得神神秘秘的。他一边说着，一边不甚在意地拆开了第一个盒子。盒子里只有一份薄薄的文件。他疑惑地拿起文件，当看清楚上面的亲子关系鉴定报告书时，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而当他看到鉴定结果那一栏写着林正国与林北存在亲子关系时，他的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他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猛地抬头看向身边的丈夫和养子。而这还不是结束，他颤抖着手拆开了第2个礼盒，里面是几张医院的缴费单和一份药品成分分析报告。报告上清清楚楚地写着，他长期服用的所谓保健品里含有导致女性永久不孕的药物成分。而缴费单上的签名正是他视如己出的好儿子林北。一声凄厉到变了调的尖叫划破了宴会厅优雅的音乐。我妈像一尊被雷劈中的雕像，浑身僵硬地站在台上。那2份文件从她颤抖的手中滑落，飘散在地，全场一片哗然。离得近的宾客已经捡起了地上的文件，惊呼声此起彼伏。天哪，林北竟然是林董的亲生儿子！这信息量也太大了！林夫人帮别人养了18年儿子，不止啊！你们看这份报告，林北还伤害他养母的身体，这是人干的事吗？不是的，婉如，你听我解释。别碰我！林正国，你这个骗子！自以为精明一世，却没想到自己的儿子竟然是个畜生，而自己的丈夫竟然是个帮凶。我真是瞎了眼了！巨大的背叛感和羞辱感让他瞬间崩溃，他像一头被激怒的母狮，疯了一样扑上去，对着林正国和林北又抓又打。保镖们手忙脚乱的拉开扭打在一起的3人，场面混乱不堪。最终风光无限的成人礼以一场彻头彻尾的惊天丑闻收场。后来我爸以及职务侵占罪被我妈亲手扭送进了警局。至于林北，虽然因为下药时还是个孩子侥幸逃脱了刑事拘留，但我妈的报复远未结束。她一纸实名举报信，将林北保送名额严重造假的事情捅了出去。学校迅速做出反应，经过调查核实后，开除了他的学籍。可无论怎样，财产转移的手续早已完成，林北还是顺利拿到了林家几乎所有的家产。他再一次耀武扬威地出现在我面前。林南，你这个小人，你以为拆穿我的身世就能打倒我吗？我告诉你，晚了。林家所有的财产现在都是我的，而你依旧一无所有。你是不是高兴的有点太早了？别忘了，我还有最后一个心愿。有本事你现在就许啊！无论你许愿得到多少钱，我都能得到双倍。到时候我只会比你更有富有，你永远都别想超过我。他笃定在被赶出家门、身无分文的绝境下，我唯一的愿望只会是钱，而只要我许愿要钱，他就能坐享其成，获得双倍的财富。我看着他贪婪而愚蠢的嘴脸，嘴角的笑意更深了。好啊，那我就满足你。说罢，我当着林北的面最后一次在心中召唤，银色的虚影再次出现。只是这一次，他的身影比之前暗淡了许多，那双琉璃般的眼眸里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和警惕。他似乎也预感到了什么。林北看着凭空出现的狐仙，呼吸瞬间变得急促，双眼放光，死死地盯着我，生怕我反悔。他激动地催促着，仿佛那笔巨款已经近在眼前。我没有理会他，只是看着狐仙缓缓地一字一顿地说道：“我的第3个愿望是……”林北紧张地吞了口唾沫，整个身体都因为兴奋而微微颤抖，弹幕也疯狂地滚动起来。来了，最后1个愿望，南佩肯定许我医院要钱。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北哥坐拥100亿家产，走上人生风了。南佩就是个送财童子。我希望我每天清醒的时候，账户每小时收入20万。林南被气晕了，每小时20万，一天16个小时也才300万。我有双倍系统，每天能640万。想靠这个超过我，下辈子……我没有理会他的嘲笑，而是看着狐仙继续缓缓地说道：“另外，在我睡觉的时候，让我的好弟弟林北
每小时为我创造40万的收入。林北的笑声戛然而止，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什么叫让他为我创造收入？他还没反应过来，弹幕已经炸了。等等，这个愿望好像有哪里不对劲。我来算算，男配清醒16时，每小时赚20万，3个20万，那几个系统强制北哥每小时给他80万，8小时乘以80万，那是640万。我的妈呀！所以男配每天的总收入是320万，加600素40万，960万，而北哥预拼亏损后640万。人啊，这他妈是人能想出来的愿望？男配，你做个人吧。这哪里是许愿，这分明是直接在北哥身上插了根抽管啊！每天净赚白量60万。每天亏损940万，此消彼长之下，用不了多久，我从林家继承的那点家产就会被林南吸得一干二净啊！不可以！可惜已经晚了。狐仙的身上发出了最后一道荧光，我的愿望成立了。几乎是同一时间，我的手机收到了一条银行短信：尊敬的客户，您的账户于 X 市 XX 分入账20万点00元，当前余额20万点00元。而林北他只觉得眼前一黑，天旋地转，然后就这么直挺挺的向后倒了下去，再次被强制进入了长达16个小时的睡眠。狐仙实现了我的3个心愿，身影变得更加虚幻。他看着我那双原本澄澈灵动的眼眸，此刻却充满了怨毒和不甘。凡人，你竟然算计我！你根本就不是什么狐仙，对吗？现在才发现，晚了！我乃修行千年的狐妖，本是想借你之手，吸收愿望反噬时的负面能量，以此来增强我的妖力。可你这3个愿望，一个比一个古怪，没有对他人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更没有产生一丝一毫的反噬之力。尤其是这第3个愿望。所有的因果都落在了那个拥有双倍系统的蠢货身上，我要反噬也只能反噬他，可我根本无法从他那里直接吸收能量。你不仅没让我得到任何好处，还白白折损了我几百年的道行。我说天底下哪有白吃的午餐？从今往后，我怕是再也不能出来。狐妖的身影渐渐消散，最后化作一缕青烟。林北这一晕，正好晕了16个小时。等他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查看自己的银行账户，看着那一连串的转出记录和他那缩水了一大截的余额，他气得差点当场心肌梗塞。凭什么？凭什么我处心积虑谋划了这么多年的一切，最后又为林南做了嫁衣？愤怒和嫉妒彻底吞噬了他的理智，一不做二不休，他拨通了一个电话。喂，是王哥吗？我这里有个活儿，你接不接？事成之后，可惜他因为资金短缺，连杀手的首付款都要拖欠，而我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钱。王哥是吧？林北给你多少，我给你双倍。你只需要把你们的录音和他给你转账的记录都发给我就行。我轻而易举就策反了那个所谓的职业杀手，毕竟在绝对的金钱面前，所谓的职业道德一文不值。很快我就拿到了林北雇凶杀人的全部证据，我没有丝毫犹豫，直接选择了报警，并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法庭上，林北看着我拿出的那一沓他铁证，整个人都傻了。他大概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花钱雇的杀手为什么会反过来背叛他。不是你，是你陷害我！大人，你不要相信他，他就是个魔鬼，是他用妖妇害我，是他抢走了我所有的一切。然而在如山的铁证面前，他苍白的辩解显得那么可笑。最终，林北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他将在监狱里跟他那对同样罪有应得的亲生父母一家团聚。被法警拖出法庭的时候，他依旧死死地瞪着我，眼神里的怨毒仿佛要将我挫骨扬灰。林南，你等着！20年后，我出来第一件事就是找你算账。我看着他被拖走的身影，内心毫无波澜。20年后，你是否还能走出那扇铁门，都未可知。而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